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1月2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谷歌拉升突破压力位，加速上涨，下一个目标在哪里 ？Meta 九转见底，这里是反弹还是反转？但千万要小心，美股暴力反弹来到关键压力区，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58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到有关纳斯达克指数最关键的技术面的分析。阿哲会通过下影线、170天 MA 和趋势交易来告诉大家，目前美股指数所面临的3重压力。而这3重压力如果不过，那么当前的市场上涨都是风险，上涨都应该高抛。在近期的视频当中，我们讲过股价下跌以低吸为主，那么甚至在盘前广播当中，我们多次提醒，在市场创新低的时候可以去买入股票。而在这一根长下影线时，我们是买入了2次，在周一迎来了如期的反弹，而且是大幅反弹，市场呢出现比较不错的短线获利机会。当然了，在这种弱势的下跌震荡的下行当中，如果你选择是追着去买，很容易买到高点。你会发现之前的每一次反弹都是很快速的，当时1天就结束了。如果是追着买，很多时候会买到反弹的高点。所以在这种行情走势之下，我们需要左侧去创新低去买进，这是我们近期的交易策略。在制定这种交易策略之后，我们再去看到个股解析。那么阿哲会讲到有关特斯拉、Meta、英伟达、谷歌、甲骨文、IREN、微软、博通、AMD、HOD、HMS、APP、Circle、SMCI、PLTR、Coin、Coinway、美光和亚马逊等以上个股标的的解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您首次来观看阿哲视频，来到阿哲频道，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需要提前告知您。你会看到阿哲视频当中有很多的标的需要去分析，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但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需要去认真的观看，以及可能您并不感兴趣。所以我把每只标的的时间轴都写好了，在视频底下可以去选择观看您最想要优先去观看的内容。希望这个设置能够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那我们来到第一部分，那么有关纳指技术面，关注一下这个下影线。什么叫做下影线？是曾经呢我们讲过的这种长下影 K 线，它呢并不常见，不是说有下影线就能够叫做长下影线。这种 K 线的特点在于它的上影线比实体短，实体比下影线短，下影线是最长的，而且正常是比实体大2倍，或者说2倍以上。这种 K 线才叫做长下影 K 线。在目前所看的图表行情当中，你会发现也就只有这3根是比较标准的长下影 K 线。那如果说还有没有画出来的吗？有的。我们像这一根长下影线以及这一根长下影线是阿哲呢没有去标注的，因为它们都是属于风险的吊颈线。那么我们要找的是机会的下跌时的长下影。这种 K 线产生时，一般意味着股价下跌突然在某一刻有那么一个抄底资金进来了，所以出现了 V 型反转，从盘中的大阴线变成了长下影的阳线，亦或者是阴线。在产生之后呢，它一般这里就会产生一个支撑区，因为有人买在了低点，这种人一般不是散户，容易呢是下跌途中抄底的聪明钱。那么聪明钱抄底买进，我们后续可以看涨，而后它的这种影线区间正常会有支撑，再次回来一般会产生反弹，或者说再次上行。像前期强势上升区当中，很多聪明钱在这里买入之后2次回踩会2次加仓买入，后续更多的是看一个上升波段。但像这一次的长下影 K 线产生之后，市场却并没有产生上升波段，而是把它跌穿了，说明这里的聪明钱呢只是做了一波反弹的短线，市场的一个风气有点改变，多头它并不是很坚定的去看涨后续的趋势了，所以当前的这个影线区间被跌破，那么它就有一个支撑转为压力，股价下跌破位，目前反弹重新回到这个区间之内，这就是第一个我们所说的压力区。而第二个压力区将是170天 MA， 不过这里的170天 MA 呢是30分钟的，您只要打开任意一个软件，然后看到 MA 指标，输入参数为170天，然后把图表打开30分钟，就会看到和阿哲所看的相同的图表。这个图表呢，从前期低位上涨以来，我们都看到了。那么170天线呢，属于一种中长期的观察的一个方向，一个指标。这一个指标往下行走时，这个均线往下走时，市场呢是空头，而且相对来讲是属于熊市的序列。股价反弹到这个均线上会产生压力，持续的下行，持续的每次反弹都是风险，直到呢股价突破均线有效，而后均线由下往上拐头，形成市场的牛市结构。而后市场每次的下跌，只要触及均线附近，那么都是一些比较不错的
日内可以看涨的机会。那么从波段来讲，它其实也都还不错，只要170向上，价格长时间在170之上，那么偶尔跌破170，都属于呢是一种对乖离的修复，市场往往会给到不错的一些买入机会。那么像之前这些位置都是在170附近跌破或者说支撑所产生的再次上涨。而当前呢有一个动作不太好，也是阿哲呢近期有些担心的，就是市场呢在一波最后的极限跳空加速之后啊，均线由往上变成了明显的往下，也就是说它从一个牛市结构转为了30分钟的熊市结构，而这个结构又被多次确认。我们看到大的图表，市场当中当前的30分钟已经明显往下拐头，而且连续的1次、2次都产生了170的有效的滞涨，并且刚好是打到170就下跌了。当下呢是再一次出现往上去触碰170，而且昨天大涨之下是一天时间就赶快的从低位到了一个170的位置，这里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第2重压力。价格走势它的低点在不断的创新低，高点也不断的在变低，而后170形成压力，当前是对170再次的考验。如果目前真的走入30分钟熊市有效结构，而后这一波反弹不能反转，那么170天线应该还是压力，在170天线附近，不管是突破还是不突破，这里都是风险点。也就是说，在这里往上走，越走应该越是高抛为主。而等到170天线能够往上拐头时，我们再寻找回踩的2次加仓买点，那个时候也不迟。在这之前，170向下，在170附近，不管是突破还是不突破，这里上涨高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是第2重日内的30分钟压力。以上就是我们通过下影线和170天线去看到的2重压力，这也是技术面上从日线以及呢30分钟可以看到的一个压力，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所以目前的市场反弹到这里是已经产生了有可能滞涨的信号，越往上走反而是风险为主，而应该是高抛为主。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讲到的是第3重压力，叫趋势压力。不过在讲解之前，阿哲需要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千万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点上您照常的点赞，支持阿哲日常的视频创作。同时，如果您时间相对充裕，也千万不要忘记可以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以或者是建议。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观看这2部分内容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后续的知识应该对您也同样能够有所启发。那阿哲也希望听到这里，您能够在视频底下点击订阅按钮，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而之后呢，您再点开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您都可以在阿哲发布之后第一时间收到系统和阿哲频道的通知，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和每一个观点和知识点。很感谢我们在第一次相见，您就能够订阅阿哲，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叫趋势交易。那么何谓趋势交易？是阿哲呢在波段交易系统当中所谓去看的一个主要的方面。目前你所看的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图表当中有一个指标叫彩虹带，是阿哲做趋势交易、波段交易时最主要去使用的一个中短线的趋势交易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只要是处于一个紫色的环境，就说明目前的波段是多头为主，股价回调打到飘带附近去找买点，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交易思路。回调就找买点，每次回调都找买点，这也是阿哲之前期一直回调找做多点的一个原因，因为飘带是紫色，就回踩支撑找做多，而如果飘带转为黄色呢，就说明它处于空方的序列。只要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已经点击订阅了，那么这一个指标大家都能够去看得到，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都能够这么去用。紫色飘带说明多方强势，黄色飘带说明多方弱势，空方强势。而空方的序列之下，你的操作就要反过来。市场的每一次上涨都先以反弹看待，不是说它一定不能反转，只是说在空方的上当中，反弹为主基调，反转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先看大概率事件为反弹，后续再跟踪是否能够反转。那么阿哲也举一个例子，像前期的这一波下跌，让很多人感到恐慌，也很多人蒙受了损失。当时就是转为了一个黄色带，黄色带一旦产生，立马要执行波段的减仓策略，而后市场只要出现下跌反弹，它只要是上涨了，很多人以为这里是低点了，但是它只要是一个黄色带，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大底的概率呢是低的，它是一个反弹概率呢是高的，所以反弹飘带就以反弹来看待。而价格走势只要每次有低点出现反弹，那么上涨就都是还是以反弹看待，不要轻易看反转。那么后续呢是2次回踩不创新低，再突破飘带回踩没有破飘带，转紫色带，开始
我们再去看多，这个时候再去跟踪趋势，它为多头，每次回调去做买入参考。那么当前的一个市场走势，我们在周一直播的时候有讲过，目前它是一个黄色带，指数弱势。我们如果要做个股交易，你应该找什么股票？你应该找的是飘带为紫色的股票，比如说昨天表现较佳的美观，它是不是一周是紫色飘带？那么指数呢，目前是黄飘带，它也还是紫飘带，所以它呢就属于我们做多时可以主要去参考的，做反弹时主要呢去关注的标的。那包括我们更为强势的谷歌，昨天也是很强势的。最近一段行情，指数一直在调整，它就震荡，指数呢反弹，你会发现人家创新高，而后人家呢开始打开空间加速，还有缺口出现，它一直都是紫飘带。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指数走黄飘带时，关注个股还是紫飘带的股票。这种股票呢，一般来讲趋势呢会强于指数大部分个股，它不一定就100%会涨，但至少你选择它会比很多股票更好。而当前是一个黄色飘带，而后股价呢已经从这个低点出现了上涨。我们说过，低点上涨只要是黄飘带就都以反弹看待。那么前期这里是不是也是低点，也上涨？所以这里呢也看黄飘带也是一个反弹高点。那么当时是触碰到了黄飘带，它是一个压力，所以这里是反弹高点，是个风险点。当前低点又是反弹，又到飘带，所以这里再次是个风险点。我们看一下，昨天是没有站上飘带的。那飘带目前的数值是多少呢？飘带的下沿它是22,904.97，飘带的上沿它是23,255.66，而飘带的中轴线目前是在23,080.31，所以这三个数值，这三重关卡是目前反弹时三个目标位，而昨天触及第一重目标，而后有压力回落，这是一个减仓信号。如果今天继续能够上涨，那看一下是否能够站稳飘带内，如果可以，那么保持看涨；如果出现上涨回落，亦或者是直接在这里收跌，继续减仓即可。以上就是关于指数分析的三个维度、三重压力，现在你明白了吗？那么在第二部分个股解析之前，阿哲需要讲一个事情。刚才呢，我们所用到的彩虹带，它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您就能够去看得到，您就可以跟阿哲用同样的指标去分析股票、分析指数，还有个股的交易。那怎么能够获得呢？其实很简单，您只要刚才已经订阅阿哲，那么这三重福利就都属于订阅粉丝同学的福利，是阿哲呢针对您首次观看就订阅阿哲，您的信任、您的支持给到的一些福利回馈。首先，第一个福利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彩虹带。您只要是订阅粉丝观众，那么这个彩虹带您就会有1周的体验权限。当然，如果您不止订阅阿哲，还是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会员，好，那么您不止1周，您会有1个月的体验权限。这是福利一。福利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盘前广播和点位预测。只要您是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我们每天的美股盘前，阿哲都会发布一些文字性的表达，比如说对于指数的分析，对于个股标的的解析，波段短线的跟踪，还有关键点位的一些判断。那么这些文字它会比阿哲的视频更加提前，因为我们的视频呢一般是周二、周四、周六去更新，而这些文字的一个解析是每天盘前阿哲都会去写到，希望对每个订阅朋友都能够有所帮助。然后第三重福利就是我们每周不重样的一些主题班课，像我们本周呢会讲一下破译机构的操盘密码，在周二开始到周五结束，这4节课程都是我们结合市场机构操盘手法去讲到的不同纬度的一些交易的内容，也是技术分析在实盘当中、在实战当中所具体可以去用到的一些技巧。如果您在技术分析还刚刚入门，或者说还不是很会用技术分析去交易的，这些课程对您会有很多帮助。这些都是直播课程，那每天香港时间早上10点会准时的开播上课，只有订阅粉丝同学才能够找到助教去报名。那么这三重福利的领取方式很简单，您可以点击右上角有助教老师的小卡片，找到助教跟他去领这个福利即可。如果你想更直接一点，我们在评论区阿哲也发布了一条置顶评论，在评论中呢也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这2个方式都可以找到助教，只要找到助教，这三重福利都可以领取得到。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有关于个股解析的第一支标的，我们看到特斯拉。特斯拉呢，最近的一个走势，在昨天其实出现了比较不错的上涨，但这个上涨其实还是在一个震荡区间之内走的一个运行。我们比如说看到最近3根 K 线，它是不是一个底分型？好，底分型我们说比较强势的表现应该是左一的 K 线被后续3号 K 线给突破，所以左一 K 线呢将是一个区间内的一个走势。当前的价格在这个区间之内，所以它反弹强势，但相对来讲
也还好，并没有说当天涨多少就属于强，整体还在一个震荡区间之中。而后上方的压力位420在跌破之后出现反弹，目前也依旧没有涨上去，所以420是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它能不能够涨上，可以关注一下本次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方向。稍后我们也会用彩虹带看一下，这附近刚好也是个压力，所以特斯拉目前也是面临多重压力。当市场的价格走出了下跌结构之后，想要再回归到上涨，它其实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所以市场在形成下降后，我们一般不随意去抄底。那么作为波段投资者，也应该是以减仓为主，等待真正的波段低位出现反转，我们再去加仓。当前的股价走势，昨天虽然上涨，但目前其实还没有很明确的一种上涨的反转信号，也就只是下跌趋势当中的一个反弹行情。而价格走势它的一个缺口，就是曾经的倒停缺口已经是被收盘跌破过一次，而后再快速的拉回，所以支撑呢还算是有效吧。目前要小心把这个缺口给再次的跌回，一旦收阴线把缺口跌破，那么价格走势往下将要看到367.34，那么更进一步那可能会跌到107天均线，这是两个目标位，当前还是偏弱的。我们看一下在资金和动能上整体趋势的一个方向怎么去看。那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我们可以看到这线图上呢，它其实是转为了一个黄色带，黄色带产生市场呢是一个下跌趋势，从之前的波段上行走为了一个波段下跌。那么飘带在用的时候，不是说它紫色带就一直能够看涨，大家注意了，飘带的宽度是一个关键，如果是比较宽的一个发散的状态，那基本上回调做多是完全没有问题。但如果它是持续的紫色带产生发散，而后在某一波的回调当中它没有产生新高，那么飘带呢开始收窄，这种情况下就要预防它可能是一个走弱的一个前兆。那么它后续转为了一个黄色带，是确认了之前飘带走窄一种表现。当前股价走势它就是一个反弹，因为它是黄色带嘛，所以低点呢先看反弹，反弹后它往下跌再创新的概率是会比较大的，因为下跌趋势就是低点容易被创新低，高点不容易被创新高，所以当前的一个走势，这个高点是不容易被打破的，而后这个低点是比较容易被跌破的，因为结构下跌就是如此，本该如此。而从整体的一个彩虹带的压力来看，我们看一下上方的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呢当前是在 419.157， 这是一个最临近的压力，也是昨天呢没有过去的压力。而中轴线也是个压力，这个压力呢是 428.702， 而后是一个最高的上沿，它是 438.247， 关注这两个数值。当前有绿灯，所以还是比较强势的看涨，也是一个反包阳线，但可惜是黄色带。如果是紫色带的话，这种位置一般是启动买点，但黄色带呢就说明它只是一个反弹，遇到压力，这里呢不能随便的去买多，这里呢不能随便去看涨看多，因为离压力比较近。如果您更加偏右侧，更加保守，一般我们比较建议突破黄色带回踩不破去找买点。而像这前期的这种位置很多时候是左侧低吸，反弹时去高抛去做的。所以当前特斯拉只能说先看短线反弹，压力位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三个。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个股票是 Meta。那 Meta 的图表还是延续我们上期视频的一个观点，就是它当前在一个重要的支撑位上，然后出现了日线的九转，而周线呢，它不是说特别关键的支撑位，但是它也有一个九转在形成，但是还没有完全形成。我们说九转形成是要跟它前4天的收盘价，就是9号这根 K 线，要跟5号这根周 K 线去比。那么这一周只要收盘价不过5号 K 线的收盘价，那就是一个9号 K 线了，大概率不过啊，所以这里9是基本固定的。对，本周一旦形成9，那么就说明日线、周线都是九转。那么再结合昨天价格的反应，九转已经产生有反转的迹象。那么日线先看反弹，周线等待形成，而后再看9号 K 线能不能被突破。日线已经被突破，那么9号 K 线、周线，到时候我们在后续去看。如果在形成日周九转的时候，后续的周线九转的高点也能被突破，那基本上日线是反转的概率就比较大。而当前还是先看反弹，所以日线依旧看反弹为主。而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撑压点位，这是我们很早之前做一个测算的。那么奇门九价是我们财神软件当中后续呢会专门用来测算空间的一个指标。我们在之前有测算过，也是11月份的时候测算的。价格走势当前有一个共振区间，一个呢就是585.37，另外一个是588左右。所以这里是个共振的支撑，价格走势在破了634.76的支撑之后下跌反弹下跌，目前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股价九转而后反弹，反弹目标看哪里？反弹呢也是看634.76，因为一个支撑区被有效跌破之后，而且还被确认之后它就会形成再次的压力。所以当前在9号 K 线日线反弹过程当中关注的第一个压力就是634.76，这个地方如果能破，我们再去看到653.79，如果这个区间能够被很强的突破，周线的9形成，那么
再往上去看，那么空间就会大很多了。这是关于 Meta 的空间上的一个判定，而我们当前也就只要看这个就行了。而通过彩虹带来观看呢，你会发现它是黄色带，它肯定是黄色带，不然的话它不会形成周线的九转。下个走势是黄色带，是白 K 突破，而后伴随九转突破，所以当前的 Meta 我们就看它有一个大底反转的可能迹象，但是我们不能直接重仓去买进，还是要跟踪。目前依旧先看反弹，飘带呢上沿略微被收盘过去了。那么下一个压力也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中轴线，当然呢更多的可以看一下奇门九价的这个压力。当前是黄色带，所以先看反弹，反弹突破黄色带回踩有支撑，才是真正能够去上仓位的一个买点。像前面这里是吧，它也反弹，反弹呢突破黄色带回踩没有支撑，那就不能够上大仓位，很多时候就只能看反弹。先看反弹回踩有支撑，再看反转。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英伟达，英伟达的一个行情走势最近呢就开始有所疲软，整体资金呢还是偏向于 Meta 和谷歌。那英伟达呢有所被抛弃了，所以昨天的反弹力度不强，甚至呢可以说是比指数弱的。它整个行情走势特斯拉至少有一个反包阳线，它呢都没反包阳线。我们说这一天呢是个乌云盖顶，而第二天呢为 XK 线，那么高点呢是要被突破才构成右侧看涨。当前它目前是没有突破，而后上方这个阴影区间是前面的高点，它反弹却有压力回落，下方有支撑，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小区间内的震荡，看它方向选哪边。如果能收盘过去，那么方向向上看；如果不行往下，它这里也是个运线，跌破下方的支撑阴线区间，那么方向往下去看。那么整体资金可能还是更偏向于谷歌和 Meta 方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短线资金和动能上的一个变化。我们会看到英伟达其实也是一个黄色带，之前呢回踩的时候有一次股价的回调机会，而后产生了反弹，但可惜这个位置反弹上去没涨一天又跌回来了，所以飘带上的一个反馈也很关键，你要看一下。首先跌下来有支撑会反弹，那么正常如果是趋势的回调，它应该很容易去新高的，但你会发现它不新高了，而后走出新低，所以当前走势它也是转为黄色带，市场出现了反弹到黄色带，回踩有新低，目前在反弹还是看黄色带的压力，后续回踩也容有新低，这是一个下跌趋势的推演，所以上升趋势容易新高不容易新低，下跌趋势容易新低不容易新高，所以在用彩虹带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这一点。你手中的股票目前是什么趋势？如果是紫色，甚至呢没有跌破飘带，是不是整体来讲容易有新高，不容易呢创新低？如果是黄色呢，那么这种股票你做多就最好以反弹来看待会比较好。所以我们的彩虹带如果还未激活的同学，不管是老同学新同学，您只要还未找助教激活过这个彩虹带的使用权限，都可以去找助教去激活这个权限。激活之后最少会有1周体验权，如果是会员会有1个月体验权。目前是一个红灯 K 线，说明反弹强，短线反弹强。那么空间上看波段的压力，压力的下沿目前是 188.531， 中轴是 190.853， 这是反弹的第一个压力位，但它不一定会到这里，因为整体来讲目前反弹初步来看是弱为指数环境的。虽然在上周我们看到这个影线和这个量能，我们认为会反弹，但是从目前周一的反弹力度来看，整体还是有点弱。以上就是我们对于特斯拉、Meta 和英伟达3只标的的分析。那么接下来第3部分我们要讲到个股的其他解析了。第一只标的应该是很多人关注的，谷歌也是最近最亮的仔了。目前呢我们所看到是谷歌，那谷歌的一个压力位其实目前已经突破了。在盘前广播当中，我们最近的行情都有讲过，我们最近的盘前都有讲过，这里是有一个压力位，压力位不过呢，空间是打不开的，容易呢有压力回落。而在昨天出现了一些事件，然后消息面催发之下呢，出现了一个上行，而且是放量突破，高开高走，有缺口，所以目前突破是有效。突破如果有效，它的上方有哪个目标位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谷歌的一个奇门九价的预测图，在图表当中我们会看到阿哲呢是用前期的一个波段低点去预测的，那么当前的价格走势所突破的一个压力位是 297.28， 我们盘前所讲到的价位是一致的，因为阿哲盘前点位呢也是用奇门九价去预测的。在突破有效之后，价格走势它的下一个目标是谁呢？大的目标是 392.70， 当然这个目标位的关键节点是它前面这个目标位是有效突破的，也就是说它要站稳 297.28， 然后向上看 397.7， 如果 397.7 未来能够突破，那么它的空间会更大，不过这个呢就还太远，
我们先看第一个目标，就是392.7左右，当然它这里要先守住。正常这个压力位被突破有效，它会选择转为支撑，就像前期这个地方，之前 C5 的一个压力位是237.65，股价的突破有效，然后它是不是反复回踩去确认它突破有效，而价格才往后来到下一个压力位的目标去选择看是否有效突破。所以股价的一个支撑和压力位它的转换是一直在变的。刚开始 C2 都过不了，过了 C2 看 C3， 而 C2 会转为支撑。那么当 C2 为支撑， C3 为压力，当突破 C3 有效，那么 C3 就转为支撑，然后 C4 为目标。当 C4 能够被突破有效，那么 C5 就会成为目标， C4 呢就应该是支撑，不能被跌破。所以目标位是逐渐的去推出来的，趋势的上行的目标也是逐渐一步一步去达成的。那么每一个关键目标在被转换之后不能被有效跌破，所以当前 297.28 是不能被再次跌破的。然后往上再去看波段目标为 392.7。那么有目标位的一个参考之后，我们目前就比较明确了，守住刚才的目标位，然后飘带呢目前是紫色，那么股价敢回调，只要不跌破那个支撑位有效，我们就依旧回调找买点。否则的话，目前你去买呢就只能看追涨买点，对吧？突破某个压力位有可能会走加速，那么你可以做一笔小仓位的买入追涨。我们真正的大仓位更多的还是找回调，而后去飘带内止跌去找买点会比较好。当前飘带的上沿它是289.937，这是一个我们所说的飘带的支撑位，希望谷歌的目标和支撑压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甲骨文，那么甲骨文一眼看过去，它是一个彩虹带为黄带，而且是多次被验证了，它下跌之后是反弹黄带有压力，股价呢反弹黄带有压力，不断的新低170呢目前还是向上的，所以波段呢是看跌，短线看跌，但是中长线呢还是向上看，只是它目前已经有点要跌破170有效了。怎么去看跌破有效跌破2根 K 线，这是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有白 K 有止跌，所以这里是一个支撑。价格走势如果能收一根阳线仿包白 K， 那么可以看反弹，对于飘带的反弹，然后如果反弹强劲突破飘带看回踩，然后再去找波段的多头的买点，或者说反转买点。而现在呢还是一个空方序列，所以不要太着急去看涨。当下呢如果你是手中持有多单的，那就比较麻烦，因为你刚开始应该也要去减仓了。走到这里，如果你的成本较低还好，如果是高位比较多的去买的，那么目前你是比较难受的。所以飘带一旦转势，不管如何应该先减仓为主。黄飘带的个股你只要不是说就是做长线的，你做中短线，那么短线的投资者你就不应该在里面投注太多的一个做多的头寸了，就要小心了。那么这种股票不作为当前做多的主要选择，你说我想看超跌反弹，你也应该等白 K 突破再看超跌反弹。如果你要看反转，是要等一下这个飘带被突破。目前飘带的一个下沿是225.394作为压力，如果反弹这里是个压力它还不一定会反弹，因为指数反弹强势，它呢就一根小阳线，整体呢还是比较弱的。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IREN 这个股票呢是刚转为指示带不久所以之前还是强势的，目前才转弱势，整体跟指数略有同步，不会说弱很多。它是不是也股价下跌有蓝 K？ 蓝 K 呢是一种超跌信号，是属于短线超跌，但这种短线超跌不是说何时都好，如果是下跌趋势短线超跌就看反弹，如果是上升趋势短线超跌呢，就看股价能够新高。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是吧？股价上涨回调，上升趋势就容易新高的。那么在回调时找蓝 K， 是吧？它的效果就会好很多。但如果是已经转为下跌趋势了，这个时候蓝 K， 就哪怕有买点，你也最多看个反弹。是吧？当下呢，你看这一根3根 K 线构成什么动作？构成了早晨之星，是吧？类似早晨之星，哪怕有反转信号 K 线，我们也可以看涨，但是也关注一下。这个压力位一旦碰到有压力就要及时撤，只能说先做短线反弹，除非真的很强势，直接越过一重重关卡，那么我们可以逐渐的抬高仓位。如果回踩都不跌破，好，波段直接看涨，当下呢就还早。我们看一下这个下沿的数值，那么这一个地方要关注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呢是 52.8， 那么中轴这里的压力呢是 56.383， 这是这两个点位首当其冲反弹的压力位。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微软的个股走势，它是不是也来到了170附近？跟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只股票有点类似这个短线看跌，波段看跌，但是170还是向上的，而且是稳步向上的，所以当前股价走势170作为中长线的一个支撑，所以一旦170有支撑的情况下是要关注的，就它不一定就一定能反转，但是它绝对一个关键点位，因为170一旦形成趋势了，下跌趋势熊市当中，就股价跌破170，那反弹170，如果这个地方有压力的话，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中期布局点。就如果是熊市就做空点，
如果是一个牛市呢，如果回踩有支撑呢，就是一个做多点，就你不用管它这个做多做空，能不能走出一个大牛大熊，但至少它绝对比你找的一些短线点要好很多。所以股价如果是一个强趋势，170向上，它靠近到170附近，其实就是很不错的可以关注的点。如果170附近配合一些白 K， 照你说我就做一波反弹，这一波利润可能都是30%到50%。如果你眼光放远，位置找好，哪怕它只是反弹，它也是个大反弹。所以价格走势来到这里，它是不是一波强势上涨？170由下往上走，所以当前呢是170往上走时首次的回踩，所以这个地方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微软走到这里有白 K 出现，虽然它反弹弱势啊，就说明这个股票呢目前不算是很多资金青睐。我们说技术图表走得很漂亮，但是也要有资金配合。那么什么样的资金呢？就是得要有那么一个明确的阳线出现，那叫做有钱来了。所以这里呢有下跌放量，说明这个下跌呢有人抛也有人买，所以股价走势要等一根确定的阳线出现，仿包白 K 高点突破，然后看强烈反弹。目前的这个白 K 高点是 478.92， 如果反弹先看 496.39 作为一个压力位，因为这是黄带嘛，黄带的话它已经下跌破位了，反弹了一波，然后这里是压力，所以继续呢看跌。这里是一个蓝 K超跌反弹，然后这里是个黄带，因为是在黄带内出现了蓝 K 突破，所以看反弹啊。目前呢依旧是下跌结构，白 K 也先看反弹，但是力度呢肯定会强一点。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VGO 博通昨天走势很强劲，但是还是那一句话，一天上涨强不代表就一定会强。股价走势这一天涨得很强势吧，量能很大吧，但是不是跟这一天有点类似啊？它也是走得很强势，这一天涨得很多，也是个反包阳，然后它是个高点。所以股价走势呢目前是一个震荡区间，它一波强势的阳线是从一个震荡下沿到震荡上沿，所以它是个震荡行情，震荡行情低位到高位。那么这里它哪怕前面走得很强，它也只是提前走完这个空间，所以当下在黄 K 这里前高这里它是一个压力，这个压力目前被一根阳线快速赶到了目标，它能不能过还是说已经耗竭，就是接下来看的一个点。那么左边高点呢，它是一个关头阴线，我们说关头阴线它代表一种风险信号，而后这一天的减仓当时是不是减对了？股价目前反弹到关头阴附近，这是个压力区间，没有有效突破之前反弹高抛为主，特别它还是一个黄带，所以当前股价走势就小心这一点。左边关头阴高点是 386.4 作为首要压力，这里不过不要让加仓，上涨减仓为主。当收一根强势阳线突破这一个光头阴时，可以做短线的追涨，但是阿哲也比较建议的是等待飘带转紫色做回调买点，这种买点一般会更加安全和更好上仓位。有强势阳线产生你去买，一买后面哪怕能涨，你这个位置也不太舒服，最好的是等待回踩我们的飘带转阳 K 止跌再去看涨，这样买的容易，买的低又买的安全，突破去追去加仓很容易就是高点，还不如等回调。下一只个股呢，我们再看到 AMD 的话，它是一个下跌出现了蓝 K 反包突破，但它是一个什么带？是黄色带，空方蓝 K 反弹压力就是左边大阴高点和这个黄带下沿 234.25， 关注这里，它是一个反弹，而后先看压力。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HOD， 先看它的趋势是黄带，黄带就说明是空方，空方有蓝 K 看超跌反弹，但是也就是反弹，它的核心的目标位其实就是黄带。只要是跌破了，那么反弹的时候黄带就作为压力，目前跌破了反弹时它的目标位相对正常的就是黄带。如果反弹连黄带都不到，那么这个反弹就是比较弱势的，不太正常的。但我们知道这里还是看反弹，只要它是黄带，不管3721，它就是空方趋势，中短线来说就只是看反弹。而我们看一下170的距离是吧，也不算说很近吧，它还有一定的空间，如果真要往170去触碰，那么它其实还能够再跌一点，所以这里呢也还是看反弹为主。下一只股票再看到 HMS， 这个也不用说很明确，还是一个黄带。那黄带之前的170有一点支撑，反弹一下又跌破了，所以170跌破有效是吧？170跌破有效，黄带也是向下的，然后短线也是看跌的，所以当前的股价走势呢就只能说看一个反弹为主。但它呢好一点是它在结构上前面有一个关键 K 线，这里呢是一个光头阴，那么这根 K 线我们说过啊，光头阴一般是关键 K 线，这个区间呢之前突破看涨，那么股价回来，目前这里是支撑有白 K， 目前反包 HMS 这个黄带的第一个压力位正常应该是挡不住的，因为它这个级别会大一点，这个反弹白 K 被反包突破，强势底分型 HMS 的反弹呢会比我们刚刚所看的 HOD 的觉得会好一些。它甚至呢，如果走得更强一点，甚至可以去碰到这个飘带的上沿 43.226， 所以整体来讲可以做一笔交易，超跌反弹。看光头阴下方，你可以看它的低点是多少，低点是 32.95， 以此呢作为支撑，而后向上可以看一个反弹。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PP 的整体走势趋势它也是170向上看涨，而后黄带是走空，所以当前反弹强势，但它也还是只能看反弹。我们说过，股价走势如果反弹飘带，它就是风险，因为飘带只要它还没有转势，还没有支撑就是风险。突破之后1天2天，它一般而确认一个压力位。股价走势目前是向黄带反弹，因为比较强的一根阳线，所以当前来讲是有机会去触碰黄带内的，再去产生压力，再关注它的一个动作，如果能突破回踩有支撑再看涨。既然这里呢突破回踩也有支撑，但问题是没能够收出强势的阳线去突破，最后以一根冲高回落的上影线结束了本次的反弹，然后再跌破飘带。只要飘带被有效跌破了，我们就知道这个飘带它只是一个噪音，它只是一个虚假的一个信号，不是有效的转为上涨信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它呢就还是一个反弹为主，飘带的一个下沿 568.598， 然后中轴是 585.403， 这两个作为首当其冲的一个压力。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ircle 呢是不是也是连续的白 K， 连续白 K 又来到之前上市的地方，这里呢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价位了。股价走势走到这，看白 K 反弹，但是它没有强烈的这种止跌阳线出现，还是白 K 没有消失。如果反弹的话，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这个黄带的下沿是 86.582， 整体有一定的空间，所以在这里可以看涨，但是只能左侧看涨，短线看反弹。整体来讲就是短线多单，但是比较激进，因为它整体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强势的阳线出现，所以整体来讲不作为最主要的做多标的。那么目标位就是飘在下沿，作为反弹的目标。下一只股票呢是 SMCI 超微电脑，它呢就是属于白 K 有仿包了所以比 Circle 呢要早一步或者说它才是正常的一个反弹力度。整体来讲，它是不是也是来到左侧前方的一个低位附近？这里之前是一个筹码的密集区震荡区间，然后这个区间其实还不是一次出现的，之前这里其实也都是一些回调的一个低位产生的强支撑，所以来到这里还有支撑是很正常的。170呢往上走，目前呢又有点要向下了，所以当前走势呢波段是偏空的，170呢也有点偏空了。股价走势跌破170有效，目前白 K 仿抛突破，依旧看个反弹先，再看一下反弹力度如何。下沿 37.262， 股价走势这是一个反弹的利润，可以看个反弹。一般来说我们用白 K 做交易你就要用前方最低点的白 K 低点作为防守，做这一波超跌反弹。下一只股票呢是 PLTR， 阿哲苏阳说黄带下都可以看这个反弹，但问题我们能够有止带的股票去做，肯定呢还是做趋势目前还往好的，或者说你要做170还没有跌破的，像 PLTR 也可以。我们说 PLTR 就类似于一个中长期的紫色带，它只要往上走就类似于中长期的紫色带。那么目前波段是一个黄带，但是它整体是向上的呀，更大周期是向上的呀，那么就还好。那么这种股票它就有可能走出相对大周期的反转，但前提是170确实支撑有效才行。它这个股票在这个区间还是挺喜欢出现下影线的，之前这里出现了，这里又出现了，而且都是蓝 K， 蓝 K 出现，蓝 K 突破会比较好。目前蓝 K 要突破有点难，有仿包阳线呢，首先先看涨，但是这个力度其实不算很强，因为这一个位置它反弹时过不了左边的一半，所以反弹力度初步来看是比较弱的，它有可能会震荡，但是只要不跌破170还是有机会的。是吧？前提这里也是跌到170附近，没有回踩，这里是回踩了，这里不是一个正式能够创新高的地方，它哪怕反弹一下做出双顶结构，它的空间还是不错的吧？是吧？至少也要到188这附近构成双顶，而后才走出大级别下跌。好一点的话，可能直接就反转了，新高了。所以当前来说呢，你可以找结构比较好的、趋势 OK 的去做反弹。那有可能会有意外惊喜。目前看到飘带的下沿是 173.95， 然后中轴线呢是 179.308， 这两个可以作为第一个我们的压力位。但是一口气到这里是不太容易的，反弹初步来看比较弱，有可能是二次回踩之后才有机会往上走。我们再看到下一个股票是 Coin 呢就是跌破170，但170呢当前还是往上走，整体目前虽然跌破有效，但是整体170的趋势它还没有走坏，然后波段呢是往下了，波段呢是长久的一个往下，而当前的波段也是被确定了它是一个压力。所以当前白 K 突破往170这里去看，因为和飘带比较近嘛，170是293，作为一个反弹的一个空间，这个目标能达到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属于白 K 突破，反弹时如果是黄带的话，最好找白 K 突破，而不是蓝 K 突破。蓝 K 突破呢是在止带时再去找这种回调，这种蓝 K 突破去做止带的上行新高。黄带的话呢，用蓝 K 突破的话，它一般力度不太够，要用白 K 突破才行。所以目前有白 K 突破，所以 Coin 呢可以看涨，比 Circle 呢要好一些。后以白 K 这一根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位、止损位，后看涨做一个目标，小小的反弹。第二只股票我们看到 Core 位连续的下跌，昨天反弹很弱，它呢就跟我们刚才所讲的 PLTR 一样，反弹不过左一的一半，所以这个反弹是属于比较弱的。分型里面这个反弹正常会容易二次的震荡或者说回踩，才有可能
再去冲这个左翼的一个压力。整体呢是一个下跌当中来到了某一个目标位。那么这个目标位呢，也是盘前有讲过的，就是奇门9价当中的一个支撑。支撑有白 K 看反弹，但反弹力度目前来看比较弱，所以不作为主要的反弹做多的一个标的，正常就关注反弹。压力位是下沿 87.083， 如果股价走势你已经被套了，就高位没有及时卖，那股价下跌时每次的反弹你是可以做出高抛低吸的一些行为，而后去降低你整体被套的亏损，这是可行的。所以每次反弹哪怕你是被套的，你也不应该无动于衷，它有可能是一次低吸高抛的一个机会，能够摊平你之前被套的一些成本。然后我们再看到 MU 美光，就属于我们目前做多同学可以去关注的，就是它依旧是紫色飘带回调做多为主，紫色带加蓝 K， 然后有反包，也过了左翼的一半，所以这里呢作为一个买点，买入之后我们看能够再新高，因为是紫色带，所以看新高没有问题。唯一小心的是目前还在飘带之下，而飘带在收窄，有没有可能像特斯拉一样收窄之后走下跌出现黄带吗？有可能，但这种可能呢一般伴随的是这一波反弹是弱势的，站不到飘带或站上去快速跌回来，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所以这一天买入之后跟踪一个地方，就是反弹能不能快速站上，站上不要跌落，那么新高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这里就又是一个波段低点。目前看到飘带 228.802 和我们所说的 230.418， 这是一个压力区间，要突破站上不要有压力，而后继续看新高，所以这里属于回调买点，还不错。再看到下一只股票呢是亚马逊，亚马逊虽然目前转为黄带，但它好的地方在于它还在170附近，170目前还处于一种走平的状态，就有可能这里是要往上去运行一波波段，所以到170附近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去关注这个股票出现一些信号，是吧？之前都是在这里出现蓝 K 信号而后反弹，当前又是蓝 K 又是170，所以又可以看一波反弹。前面这波反弹新高了，这是一个不错的，有新高没新低，这是上升趋势的雏形，所以当下呢又是没新低，所以这里呢如果再有新高，是不是还是很不错的上升趋势的继续延续，只是可能是走了一个震荡上行。所以当下的亚马逊呢，我们在上期视频是不是讲过，你其实比较激进的话，在这附近直接找买点，低开高走 IRK 线又是170，是吧？直接看涨，目前又出现了一个上行，是170没有突破，只是呢这个阳线如果能突破蓝 K 会更好，但当前就是依旧看涨，在这附近呢它是上涨加仓，回调还是再加仓都行，可以打上仓位，可以找仓位去买入，而后170作为防守，收阴线实体跌破之前，这附近可以作为一个伏击点，当然最好是分仓买，不要一口气全买到一个价位上，特别是不要高开高走时去买，很容易买的偏高一点。飘带的下沿目前是 233.819， 这是要关注的一个压力位。以上呢就是11月2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